这个女人撞鬼了，虽然看不见，但是她明显能感觉到身边有人。收拾东西时，鬼会在背后盯着她看，站在走廊上，鬼会站在身边哈气。晚上睡觉时，鬼会扯掉她的被子。女人意识到去世的丈夫又回来了。今天小雪给大家讲一部妻子被家暴丈夫纠缠的恐怖电影《隐形人》。莉亚嫁给了有钱又强势的丈夫阿德，但是婚后阿德的控制欲越发严重，甚至出现家暴、囚禁的行为。这晚，莉亚趁阿德睡着了，偷偷收拾东西准备走人，但是家里的狗跟了过来，莉亚不忍心，也想把狗放走，但不小心触动了警报，她马上逃跑，翻过围墙，越过树林，坐上姐妹小丽的车，溜之大吉。就在这时，阿德追了上来。莉亚寄住在小丽哥哥家2周了，根本不敢出门。晨跑的路人都会让她害怕，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生怕阿德找上门。直到这天，闺蜜小丽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前夫阿德自杀死了。莉亚这才说出她逃跑的原因。在家里，莉亚吃什么穿什么都要听她的，不听话就是2个耳光。最近阿德想要个孩子，但是有了孩子，他就更难摆脱阿德的魔掌了，难怪要抓紧时间逃出来。莉亚终于敢出门了，但是这一天她收到了一封信，竟然寄到了小丽哥哥家。原本阿德给莉亚留了一笔遗产500万美金，每月支付10万，前提是他没有犯罪或者是得精神疾病，真是喜从天降啊！莉亚马上给小丽的哥哥老黑买了礼物，还答应资助他的女儿小黑上设计学院。大家都在为莉亚成为富婆而庆祝，但是诡异的事儿从这一天开始发生，她总感觉背后有人在看着她。这天晚上，她正在欣赏自己血拼的成果，突然她感觉身后有股熟悉的气息，但是转过身一看，空无一人。第二天早上，莉亚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她刚离开厨房去叫小黑起床，下一秒桌子上的刀自己掉了下去，正在煎鸡蛋的煤气也莫名调大，甚至燃起大火。幸好莉亚及时发现，将大火扑灭，才没有酿成大祸。晚上，莉亚正在上网，她突然感觉门口有一股邪恶目光正在看着她。她走过去查看，一个人也没有。但是身后的大门突然打开了，她走到门外，外面又冷又黑。她哈了一口气，在她的右边也有人哈了一口气，但明明身边什么人也没有。半夜，莉亚睡得正香，一股神秘的力量将她的被子拉走。莉亚被冻醒，她起床捡起被子，但是拉不动，一双脚站在被单的边缘，并且一步步朝她走来。她吓得后退，大声呼救，惊醒了所有人。莉亚说被子上有人，但是老黑检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大家以为她只是心理阴影，并且明天她还有异常重要的面试，只能就此作罢。第二天，莉亚开始迈出新生活的第一步，这是她结婚后的第一份工作。但是面试时打开文件才发现，她精心准备的资料不翼而飞。随后莉亚感到一阵心慌，失去意识倒了下去。面试算是黄了，而且医生告诉她，血液报告显示她长期服用安眠药。可莉亚从来不记得自己有服用过类似药物，直到她看到曾给丈夫吃的安眠药瓶突然出现在洗手台上，她瞬间明白这一切都是阿德搞的鬼。她找到阿德的代理律师，也是他的弟弟阿华。莉亚觉得阿德没死，证据就是这瓶失而复得的安眠药。虽然阿华对哥哥的控制也怀恨在心，但他拿出案发现场的照片告诉莉亚，他真的死了，我亲眼所见。莉亚心里感到恐慌，她来到闺蜜小丽家，但是刚开门，小丽就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表情。你都给我发绝交信了，还来这里做什么呀？莉亚一头雾水。小丽提醒她不要装傻，不是你发的邮件还能是谁？难道是你已经去世的亡夫吗？莉亚百口莫辩，回到家立即打开电脑查看邮箱，果然是你。周三凌晨5点，一封邮件发给小丽，信中以莉亚的口吻骂她如何歹毒、虚伪、贪婪，甚至希望她以死谢罪。莉亚这下全都明白了，还是无法逃出魔掌。她绝望地倒在地上痛哭，直到小黑发现地上抽泣的莉亚，他好心过来开导，提议开场女生派对。莉亚刚打起精神，从地上爬起来，小黑就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推倒了。老黑任凭他怎么解释，都拒绝他靠近自己。出门前甚至下了逐客令。莉亚知道这一切都是阿德干的，他就是希望莉亚被身边的人孤立。
莉亚看不见的丈夫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撒了一地的黑麦，希望能发现阿德的脚印。但是一段时间过后，房间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她知道阿德就在附近看着她，她对着空气质问 So why me, Adrian? You could have any woman you wanted. That's the sad reality, right? And that's what money and power buy you, people. So why me? I'm just a suburban girl who stumbled into your life one night at a party. Can't you just forget I ever existed? There's nothing left for you to take. 空荡荡的门口没有任何回应。突然，莉亚灵机一动，她拨通了阿德的电话，果然打通了。一段震动声从阁楼传来，莉亚爬上阁楼，在这里不仅发现了阿德的手机，还有消失的厨房刀具和面试文件。看看手机里的照片，应是他昨晚熟睡的时候。就在他不知所措时，手机传来一条短信 ：“Surprise！” 果然，阿德就在附近。这次他直接往楼梯口倒了一桶油漆，捉迷藏的鬼现身了。顺着地板上的油漆痕迹，莉亚来到了客厅，举着刀朝厨房靠近。水龙头被打开了，阿德洗干净了油漆痕迹，随后抓起莉亚就是一顿暴打。空气中，他被捏住了脖子，随后又被重重提起摔下。莉亚从房子里逃了出去，打车来到曾经的家里，证实了自己的想象。丈夫的研究成功了，身为光学研究的领头人，他制作出了一件隐形衣。莉亚拿到衣服马上藏了起来，柜门被空气推开，莉亚趁机逃了出去。她打电话约闺蜜在餐厅见面，认为阿德不敢在人多的地方胡作非为，但是她错了。谈话间，一个女人的餐刀飘了起来，直接划过小丽的脖子，然后落在莉亚手里。莉亚百口莫辩自己不是凶手，她被警察制服，直接关进了精神病院。莉亚不断挣扎，她大喊着：“我看见你了，是你杀了小丽！”医生给她注射了镇定剂，她慢慢冷静下来，想明白了，从丈夫自杀的那一刻起，这就是一场局。她现在既背负了一条杀人罪名，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根本不满足继承遗产的条件。当她想明白这一切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Surprise！ 几天后，一个更大的噩耗传来，她怀孕了。知道自己要当妈妈了，莉亚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绝望。身为代理律师的阿华告诉她一个不好的消息，鉴于她目前的处境将无法继承遗产，但还有一个选择。阿德知道她怀孕了，只要她同意生下孩子，钱一分不少，也不用继续接受惩罚，她将和阿德一起重新生活。莉亚当然不肯。晚上，她拿出藏好的钢笔，宣誓：“你别想得到孩子，也别想得到我。”随后直接插入手臂，想自杀，手却被突然抓住。莉亚的目的达到了，她直接用钢笔刺向阿德，隐身衣的结构遭到破坏，变得不稳定，这样莉亚能看到阿德的位置，她无处可逃。一名狱警经过，听到了打斗声，冲了进来。不稳定的隐身衣让阿德彻底暴露了，他不得不干掉增援的狱警，逃了出去。莉亚一路追到了停车场，她的举动成功惹怒了阿德，他掐着莉亚的脖子警告。You think you're learning how to beat me, so I'm gonna truly teach you something. If you fight me, I won't ever hurt you. I'll find someone you love and hurt them instead. Now you've only got yourself to blame for that innocent young girl's death. 莉亚跟着阿德一路逃出了监狱，她通知老黑马上回家，因为阿德会伤害小黑。此时正在睡觉的小黑察觉到附近有人，他拿起胡椒喷雾朝床边喷去，果然有人被击中，撞到了旁边的柜子。小黑被吓坏了，冲出去，随即被阿德压制。老黑赶回家也被打晕。关键时刻，莉亚拿着消防喷雾冲进来，朝空气中狂喷。隐形人的身影再次出现，莉亚朝他连开数枪，摘下他的头套一看，竟然是阿华。随后警察在阿德家中发现被绑在地下室的阿德，警察相信他和莉亚一样是被蒙蔽的受害人，是阿华利用阿德的发明进行犯罪。但莉亚听到这个解释后笃定地说不可能，她太清楚阿德是什么性格了，他之前能假死，现在就能假绑架，是他陷害自己的弟弟背了这个黑锅。也许当晚袭击小黑的人是阿华，但是在此之前的一系列事情肯定都是阿德做的。晚上，莉亚看着床边的小黑，想着腹中的孩子，她决定一定要让阿德认罪。
他主动给阿德打起电话，3更半夜盛装出席，回到囚禁他多年的豪宅。阿德看到他的低头非常开心，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物，但是餐桌上的话题十分严肃。If you want to be a part of this child's life, it has to start with honesty, which means I need you to admi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it was you. I loved my brother. And I thought he loved me too. I know it didn't seem like it to the outside world, but Tom controlled me. 看到男人坚持否认罪行，女人情绪愈发激动。房子外面，老黑正在监听着屋子里的一举一动。阿德的坚持差点连莉亚都要骗过去，直到他说出那句熟悉的口头禅 Surprise， 才让莉亚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他假装释然地去了趟洗手间，突然正在用餐的阿德手不受自己控制地划过脖子。在他倒地后不久，莉亚从洗手间跑了出来，她一边惊声尖叫，一边打电话报警。但这样的惊慌只持续了几秒钟，电话挂断后，她又恢复成沉着淡定的样子，蹲下来回给丈夫了一句 Surprise. 在外面监听的老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但现在真相已经不重要了。从逃离控制到摆脱控制，莉亚的心里从逃避变成正面应对。所有人都在羡慕莉亚从麻雀变凤凰的生活。影片中也一直提及阿德有钱有权，为什么一直盯着这个郊区女孩播放？也许这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反抗，越喜欢操纵别人的人，越喜欢看对方备受折磨的样子。莉亚从软弱胆怯被逼成坚韧不屈的女性，也是在提醒现实中的每一个莉亚，面对压迫就要站起来反抗。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